如果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，你的菜单上只有一样东西，沙丁鱼，你敢挑战吗？这听起来简直是疯了，对吧？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猎奇的互联网挑战，这是一位拥有25年临床经验的胰岛素抵抗专家安妮特·博斯沃斯医生，大家常叫他博兹医生，给出的终极代谢重启工具。他发现，通过这种极端但有效的方式，可以让身体迅速进入生酮状态，从而修复免疫系统，甚至逆转一些看似不可逆的衰老问题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拆解博兹医生这套硬核的身体管理系统，全是干货，建议大家先收藏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脑子没有以前好用了？专注力下降，记忆力衰退，甚至情绪低落，感觉大脑里像是蒙了一层雾。博兹医生告诉我们要警惕一个隐形杀手——胰岛素。大多数现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制造着成吨的胰岛素，哪怕你体检时血糖是正常的，你的胰岛素水平可能已经高得惊人了，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才能维持血糖稳定。当我们整天吃个不停，尤其是到了晚上还要吃宵夜时，胰岛素就会整夜居高不下。这种高胰岛素状态会导致什么后果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身体没有机会倒垃圾。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每天都会产生代谢废物，如果胰岛素一直很高，这些垃圾就会堆积在细胞之间，堆积在大脑里。博兹医生认为，这就跟阿兹海默症、帕金森、关节炎，甚至是癌症有着直接的联系。尤其是大脑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在50多岁时开始脑雾，甚至有帕金森的迹象，说明你的大脑里已经堆了大概20年的垃圾没清理了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才算是脑雾或者是失智症的前兆呢？博兹医生给出了几个非常具体，甚至有点吓人的信号，大家可以自查一下。第一个信号是方向感丧失。如果你有一天开车，突然发现自己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了，或者不仅忘记了要去哪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。博兹医生说，当病人因为这个问题来找他时，通常已经太晚了，这说明大脑里的垃圾至少已经堆积了15年。第二个信号是专注力续航缩短。回想一下，你年轻时可能连续工作或学习7、8个小时都没问题，但现在是不是只要专注超过3到4个小时，大脑就强制关机，必须休息？这不是单纯的疲劳，这是因为大脑里堆满了代谢废物，神经元转不动了。第三个信号最容易被忽视，那就是失去快乐的能力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，但博兹医生指出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对生活失去了热情，不想参与社交，大脑不想动了，这往往不是心理问题，而是生理问题，是因为长期的高胰岛素和炎症，让你的大脑失去了处理快乐这种复杂情绪的能量。面对这些信号，我们怎么清理大脑垃圾呢？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核心，你必须学会让身体通过生酮来燃烧脂肪。酮体不仅仅是一种燃料，它是一种清洁能源，也是一种信号分子。与燃烧葡萄糖相比，燃烧酮体产生的代谢垃圾更少，而且它能穿过血脑屏障，直接给大脑功能。当你的身体切换到生酮模式，你就开启了自噬功能，也就是身体自我清理、回收垃圾的程序。但问题来了，很多人说，我也试过少吃碳水，或者试过断食，但我怎么感觉不到那种头脑清晰的效果呢？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硬核实操知识点，怎么精准判断你的身体是在存垃圾还是在倒垃圾？光靠感觉是不准的，博兹医生给出了一个黄金指标，叫做博兹比率 （Bose Ratio）。你可以自己在家测，你需要一个能测血糖和血酮的仪器。方法非常简单，用你的血糖数值除以你的血酮数值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血糖是80，血酮是1.0，比率就是80，这意味着你正在燃烧脂肪。但如果你像很多人一样，血糖88，血酮只有0.1，算下来比率高达880，那就说明你的代谢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，身体在疯狂制造垃圾，却一点都没排出去。博兹医生建议，对于那些想要逆转慢性病或者追求极致健康的人，你的目标是把这个比率降得越低越好，比如降到40以下，那个时候，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就会处于极强的修复状态。好了，如果你现在的代谢很差，甚至已经是胰岛素抵抗了，怎么才能快速打破僵局，把这个比率降下来呢？这就回到了开头提到的沙丁鱼挑战。博兹医生经常让他的病人进行为期72小时的沙丁鱼挑战，在这3天里，除了水、黑咖啡，只吃沙丁鱼。为什么是沙丁鱼？
因为沙丁鱼富含优质脂肪和蛋白质，而且几乎零碳水。它能让你产生极强的饱腹感，同时迅速耗尽你体内的糖原库存。博兹医生发现，就算是代谢非常顽固的人，在连续吃48到72小时沙丁鱼后，都能产生漂亮的酮体数据。这里有个真实的案例，博兹医生的一位较简 Jane 的病人，甚至进行了100天的沙丁鱼挑战，结果不仅体重掉了，最神奇的是他的维生素 D 水平。在没有吃任何补剂的情况下，他的维生素 D 从极低的30多飙升到了100以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当胰岛素下降后，身体锁住的那些营养和激素终于被释放出来了。当然，除了饮食，想要维持这种巅峰状态，博兹医生还有几个他每天必用的作弊码，也就是补充剂。这一部分非常有意思，尤其是其中几样，用法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第一是维生素 D。博兹医生强调，维生素 D 其实不仅仅是维生素，它本质上是一种激素，它能指导细胞更好的工作。第二是镁 （Magnesium）。现代人的饮食和土壤都缺镁，但博兹医生推荐的补镁方式非常特别，他不只是吃镁片，他更推崇经皮吸收，也就是让皮肤去喝镁。他在访谈中提到了镁漂浮或者像死海那样的浸泡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其实就是买高浓度的镁盐，比如蟹盐 Epsom salt 来泡澡，或者使用镁喷雾喷在皮肤上。博兹医生认为，这种经皮吸收的方式，对于缓解肌肉酸痛、改善睡眠和帮助 ATP 循环的效果，往往比口服来得更直接。第三个是肌酸 creatine。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视频，详细讲肌酸的好处，这里大家可以去翻翻那期视频。但博兹医生不仅是把它当作健身补剂，他更看重肌酸对大脑的作用。他每天早上都会喝2勺肌酸，特别是对于有类似多动症 ADHD 症状的人，肌酸能显著提升专注力。而且他还分享了一个倒时差的秘诀，长途飞行后早晚各服用10克肌酸，能帮你快速调整生物钟，这一点连海豹突击队都在用。第四个比较硬核，叫亚甲蓝 Methylene Blue。这东西听起来很化学，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蓝色染料，以前甚至是用来抗疟疾的。但这东西为什么现在火了？因为它可以作为线粒体的电子载体。简单说，它能帮你大脑里的线粒体更高效的发电。博兹医生自己每天早上把它加在咖啡里喝，唯一的副作用是你的尿会变成蓝色的，但这恰恰证明了它能穿透全身的组织，甚至进入大脑。这是一种非常即刻的提升脑力的方式。最后，我想分享一个最让我震撼的故事，也是这套理论最有力的证明。博兹医生不仅是医生，也是一位女儿。2015年，他70岁的母亲癌症复发，伴随严重的淋巴结肿大，看起来像是个垂死的人。医生说只有6个月了，化疗预计只能让肿瘤指标下降30%。博兹医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问母亲：“你信任我吗？”然后他带母亲回家，丢掉了所有的碳水化合物，开始执行严格的生酮饮食。仅仅6周后，当他们回到医院复查，肿瘤指标下降了70%，连他的肿瘤医生都惊呆了，说没有任何药物能做到这一点。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位40岁的唐氏综合征患者，因为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，大脑功能严重退化，一生从未说过超过2个音节的词。在执行生酮饮食仅仅3周后，他竟然对母亲说出了 I understand 这样完整的3音节句子。这就是给大脑清理垃圾后所迸发出的生命力。所以，这不仅仅是关于减肥，更是关于如何掌控你的生命质量。我们不需要等到生病了才开始改变，哪怕是从今天开始，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，或者试一试少吃几顿碳水，去感受一下大脑重启的感觉。如果你对那个博兹比率或者沙丁鱼挑战感兴趣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也许我可以帮大家亲身测试一下。我们下期见。